让许多手机摄影爱好者期待的小米15 Ultra 终于正式在中国发表。让大家期待的原因，当然就是它所带来的双长焦镜头，其中超长焦镜头的感光元件，还是之前评价非常好的2亿像素 ISOCELL HP9。到底小米15 Ultra 还有哪些厉害的地方？接下来快速整理，让大家知道。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这是小米在中国发表小米15 Ultra 中国版本后，紧接着在3月2号在巴塞隆纳的 MWC 上也会发表国际版本。两款的硬体规格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哦。这次台湾会不会引进呢？依照以往的经验，加上台湾小米粉丝团的贴文，应该确定会引进15 Ultra。那小米15 Ultra 发表会上讲了哪些东西？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次小米15 Ultra 在外观设计上非常有相机的感觉。它采用双拼设计，以荔枝纹人造皮革还有航空级纤维组合而成。设计灵感是取自于徕卡 M 系列相机，也就是非常经典的一款徕卡相机。那在镜头的模组旁边还有一个 Ultra 的名牌，看起来就像是旁轴相机的观景窗。那这个 Ultra 的字样很有玄机哦，跟小米书系的设计是一样的，有着一种想要手机跟车同轨并行发展的企图哦。边框的部分采用航太级 6M42 铝合金，强度非常的好。背盖边缘依然是采用全等身4曲面的设计，手感看起来好像也是不错啦。但是因为相机模组太大，总会有这种头重脚轻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小米也重新设计过配重，以50:50的平衡配重，避免头重脚轻的发生哦。那防尘防水部分并没有跟其他旗舰机种一样冲上了 IP69。同样以 IP68 的设计，不过我认为，这样其实应该已经足够了啦。那颜色部分呢，有着经典的黑色加银色的设计哦，那还有松柏绿加上银色的设计，另外还有推出比较低调的白色还有黑色这种同色的版本那背盖是以磨砂材质的材料设计哦。那这次同样有着摄影套装，加上去之后就更有相机的感觉了哦。这是加入可以拆卸的金属直柄，还有快门键也可以更换，而且跟徕卡相机的规格是一样的哦。也就是说，可以用徕卡相机的快门键装在上面。不过谁会用徕卡相机的快门键装在上面因为徕卡配件不是都很贵吗？那这次最有感的是套装的电池电能量居然有2000毫安时，还提供传奇街拍界面，也就是说，外拍时你可以更好拍之外，也可以拍得更尽兴。硬体规格部分，我们先从萤幕看起。小米15 Ultra 萤幕部分采用6.73寸 LTPO AMOLED 显示器，解析度是3200×1440，也就是 2K 解析度，支援1到120赫兹的动态更新率，峰值亮度是3200 nits， 那支援超音波的指纹辨识。那保护玻璃部分呢，采用小米龙晶玻璃 2.0， 听说他们说耐酸能力提高了16倍哦。那要不要摔摔看？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摔摔看哦。那设计部分呢，还是使用全等身4曲面的设计哦，所以想要平面萤幕的可以等一下其他字啦哦。那处理器部分当然是高通 Snapdragon 8 Elite， 不过这是在散热部分下了很多的功夫，采用双通道异形环冷结构。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它的双通道表示呢，可以帮主镜头呢，还有处理器 SoC 进行散热。这是还在 SoC 的位置特别设计，可以更贴近的平台，可以加强导热的效果。另外呢，还有大面积的双侧翼比较不会漏吗？不是，它是加强散热效果哦，搭配蒸汽舱进行循环散热，所以整个散热结构是非常完整的。那电池部分就提升很多了，它搭载全新金沙江电池，电量比起上一代多了700毫安时，到达6000毫安时的大电量，这跟其他中国品牌手机算是一样了哦，平起平坐了，总算不会输人家一截的感觉。充电的部分则是维持90瓦的有线快充，80瓦的无线快充，整体硬体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哦。这是小米15 Ultra 的相机代号，它叫夜神。那夜神是什么呢？表示夜拍很强吗？我们先从规格看起。小米15 Ultra 这次同样采用4镜头设计，包含采用2.75分之1寸5000万像素 JN5 感光元件 f2.2 的超广角镜头，还有1寸5000万像素的感光元件 f1.63 的主镜头，另外还有2.51分之1寸5000万像素 IMX858 感光元件 f1.8 的3倍浮动长焦。另外最重要的是1.4分之1寸2亿像素 HP9 感光元件
f2.6 4.3倍潜望超长焦。那这次记者会上啊，他只特别强调主镜头跟潜望长焦啊，所以我们先从这部分看起哦。主镜头部分啊，虽然记者会上没有说是哪一颗感光元件，但很明显看规格就知道嘛，跟上一代同样采用是 LYT900感光元件，毕竟目前也没有其他比这颗更好更大的手机专用感光元件哦。但这是取消了可变光圈的设计，是使用的人太少呢，还是用了可变光圈会增加成本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想会使用可变光圈的消费者应该不太多啦。4.3倍潜望超长焦部分就是用上评价非常好的 HP9 感光元件，之前在 vivo 的使用体验上啊，延伸到原本镜头倍数的6倍的数位望远，应该都是没有问题。所以照理说，这个镜头支援到28倍的数位变焦，成像品质应该还是非常有水准的吧？那既然主镜头跟上一代相同，那超长焦除了望远倍数更大以外，感光元件也跟竞争对手一样。那小米15 Ultra 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当然有，官方说啊，最关键的地方有3个。首先是在感光元件上面呢，有着 IR 镀膜的全新设计滤光片，它可以大幅吸收近红外光，并且降低花瓣状的眩光产生。这个花瓣状的眩光啊，就是对着光源很容易产生的一种眩光模样啊。所以能够降低花瓣状眩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关键是加入透光性更好的镜片材料，而且在上面覆盖了金字塔形的镀膜，那可以让光线几乎不会反光。那为什么要用这种金字塔形的镀膜呢？因为我们以吸音棉为例子，吸音棉呢也是金字塔形的，声音打进去之后几乎不会反射，所以呢光线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这样子可以降低紫边的产生以外，还能提高通透感。最后就是最外层的镜头保护玻璃，那不就是保护玻璃还能干嘛呢？那这一片呢是有着超低反光的镀膜的保护玻璃，可以让反射率下降到1.5%，可以大幅降低鬼影的产生哦。那这样用硬体堆叠出来的相机设计，不止日拍，夜拍部分无论是用哪颗镜头都可以拍出清晰的作品。那接下来分享官方释出的照片给大家。话说这次同样有加入大师人像功能，而且融入了 AI 人像大模型的演算法，可以让人像的肤质更自然，人脸修饰也更自然。那另外呢，在界面部分也变得更简洁哦。那这部分日后有机会实测的话，再分享给大家。那录影的部分有着全焦段 8K 录影功能，主镜头加入了4轴的 OIS， 全镜头都有 EIS。那这是最重要的是加入了 ASIS Lock。这也表示可以跟其他的专业摄影机同步作业，让小米15 Ultra 拍摄出来的影像可以跟其他专业摄影机的色彩呢调整到一致。小米15 Ultra 这次的记者会并没有特别强调软体或是 AI 功能，不过它有特别讲了一个就是 AI 人像动态桌布。这个意思呢，就是可以把有人像的照片经过 AI 处理之后，让人跟背景动了起来，而且可以把它变成桌布，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啊！而且不只有15 Ultra 可以支援哦，只要支援 Hyper AI 的机型，未来呢都可以更新使用。当然小米最想打进的就是 Apple 的市场嘛，所以这次加入了跟 iPhone、iPad、Mac 互传照片跟文件的功能。那这点呢，也是所有 Android 手机都想做到的。那最后分享一下价格，这是中国售价的部分呢，跟上一代完全一模一样，并没有涨价。12+256GB 是最基本的版本它是6499人民币，也就是跟上一代是一样的，台币约合是3万元。那日后国际版本进台湾之后，价格一定会比较高啦。那这部分就等正式引进之后再来分享。整体来说，有着1寸大感光元件的主镜头，加上还有着 HP9 的4.3倍潜望长焦，以硬体来看，绝对是目前智慧型手机中拍照规格最强的一款。至于实拍效果如何，有机会我再分享给大家啦。以上就是快速整理小米15 Ultra 的重点内容，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次见喽，拜拜。